前2天我找出来我们家所有人小时候照片，我寻思一家人坐一起，咱们看看彼此小时候。妈妈，你这时候多大了？可能不到2岁。那你咋这么难过呢？你是脸疼吗？还是偏心瘤了？我2岁，我献什么瘤呢？你咋还知道姓刘？妈妈昨晚打开手机说，是不是又姓刘了？妈妈表情就是这样的。这时候爸爸过来了，他说 ：“Gemma, how are you? What's wrong? I miss you。”然后妈妈说 ：“miss you 有个大白肉。”只要他说话带大白肉，开心不开心？姐姐，如果有一天我跟你说 I love you 有个大白肉，你这直接删我。妈妈，我还有那个，你看，这个是拿铁，这个是我，长得很像啊。哎呀妈，简直长得一模一样。妈妈，你老说我跟姐姐小时候长得一样，特别像。也有人说我和妈妈长得很像，姐姐和爸爸长得很像，因为我是一家人，我们长得都很像。那你和爸爸怎么小时候长得不一样？肯定是你俩关系不好，生气了，所以你俩长得不像。你俩去那个角落里拥抱10分钟，一会儿我就检查你们俩长得像不像。唉，你俩实在长得不像，可以跟老师说。如果你有问题，你能举手好吗？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我好帅。这是你？你小时候可比现在小太多了。而且这真是你吗？我说这不是你，我信爸爸，这就是爸爸小时候。那这个你信不信？姐姐你信吗？我说这是我小时候。你想啥都信？奶奶说了，这就是爸爸。所以奶奶一直在说英文，我们都听不懂。奶奶说的可能是，这是他爸爸，这是他爸爸。难道其实是我？哎呀妈，小时候还有一种照片叫大头贴，你们都没照过，咱现在照一个去。Let's go。开分加 M 7去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4，车位到车位都能帮你开，后排空间很大很舒服，后排娱乐屏，旅途不无聊，还有超大后备箱，后排放倒是3米的超级大床。拿铁，我们一定要拍好这个照片啊！快点！ No, once is enough. 这是啥呀 Nice. No， Sorry， 我没认真。我很不礼貌。 How to fix it？ No， 你吃啥呀？肉不吃蒜，香味小一半。如果味太淡，几个大逼蛋，大逼蛋。我在发神经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外国人，向大胖媳妇紧急求助。这个人要见他老丈人，跟大胖媳妇求助了3个小时，最后把大胖媳妇给骂了。来的这个外国人呢，他叫 Angelo， 来自拉丁美洲的智利。明天他的女朋友要带着 Angelo 去见他女朋友的父母。Angelo 很紧张，想问问有经验的人，在中国见未来的老丈人、老丈母娘有什么习俗和讲究。进屋就跟大胖媳妇说：“那你肯定最懂了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”大胖媳妇当然非常胸有成竹，告诉 Angelo：“ 没问题，包我身上。第一步，你的握手就不过关。来，你跟我握一下，我看看。你看，你这个握手就是傲慢。有人教过我，谦卑是中国人最重视的礼仪。你见未来老丈人，你这个谦卑，你千里之外就得卑，你离着好几米远，你但凡看着老头，你就得低头。我告诉你一个小秘籍，在中国遇到你想表达恭敬的人，这个握手方式叫自由勇士握手，把身体探出去，双手往前使劲，打猛子。Angelo 学会了，但是大胖媳妇只告诉 Angelo 要自由泳，没告诉他不能换气儿。别换气，别换气。大胖媳妇说：“第二步，你得夸老丈母娘。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夸她年轻。” Angelo 说：“她的母亲62，那很可能不年轻。”大胖媳妇急眼了：“你有点情商呗？她要是年轻就你夸，你是智利人呢，你还是智利低下人？智利低下人，这是你玩肝胆相照的时候吗？”Angelo 学完夸丈母娘，我想起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我说：“你第一次见人父母，你买啥了？”Angelo 说：“我没买呢，我买啥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那可不行啊，你可得买东西，而且你买完给他们，他们还会跟你说不要。这时候你要原地开撕，照5分钟撕吧，切记不要像我当年一样，我丈母娘说，哎，这玩意儿家里有，我就拿回去了。我说送礼不光丈母娘，还得搞定你女朋友。像她送我的小度天天闺蜜机4K 版，小度播放繁花，27英寸4K 超清大屏，有海量4K 资源，画质超清，色彩逼真，高度角度随意调，拉着走咋看都行，追剧贼爽，还能健身 K 歌，销量是这个。然后大胖媳妇开始跟 Angelo 练习最重要的和老丈人吃饭喝酒这个环节。大胖媳妇假装她是老丈人跟 Angelo 练，我看人 Angelo 都快被大胖媳妇教坏了，我就告诉 Angelo， 我说你其实也别听他的，他其实也不咋懂。我说这样，我现在扮演老丈人，我会说一些中国老丈人爱说的话来测试你，你看你俩怎么接。我这个闺女呢，我跟她妈那给惯坏了，那就是小暴脾气，那生气那家伙给我说那就跟你动手，你怎么说？面对这个问题 ，Angela 不知道咋回答。我会。然而大胖媳妇的回答是：别担心，老丈人，他打不过我。我上路。
呗。你有病啊！酒过三巡，安周楼越来越发现，他来求救的这个人根本没比自己强多少。这次到访属于跟臭棋老子下棋，越下越臭。大胖媳妇还孜孜不倦的跟人安周楼说：“我跟你说啊，你得努力。这个中国的老人们呢，对咱们外国人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在，比如这个不靠谱，比如没大心傻乐，比如这个虎了吧唧的不成熟。所以你一定要努力，好好表现，打破这些刻板印象。”安周楼寻思寻思跟我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中国老人对外国人的这些不好的刻板印象，他有很大责任呢？中国人这么像外国人，来你。啊，哎呦。你们可能有所耳闻啊，我大胖媳妇这次感染的是屁猪，然后我爸呢前两天就惦记孩子，就不放心，就非要过来照顾我们。老头就正好赶上了他姑爷一天500响不敢见明火这2天，到俺家就晚上，我爸直接上床睡觉了，晚上12点咔给老头震醒了。我说咋的了爸？睡毛愣了。我爸说哎呀，妈，我听这声我以为接神了呢。我爸都不敢喘气儿啊。大胖媳妇还说爸爸你的脸都紫了 ，why？ 我爸说那不因为你毒猪吗？还外？你是阿猪，我是阿紫；你是阿猪，我是阿紫。然后这2天不就慢慢恢复了吗？就肯定不是像当时500响接神那种感觉了。但是它恢复期呢，就像初3、初4那种鞭炮，哎，就是不密但是碎，不响但是脆，这还都没啥。最气人的是啥呢？你说他有礼貌吧，他一天叮咣放，一点不觉得丢人；你说他没礼貌吧，那外国人打完嗝放完屁之后还都说一句 excuse me， 然后后来自己还给翻译过来了，就打扰了，一天到晚就是哦 ，excuse me， 打扰了。哦 ，excuse me， 打扰了。哦 ，excuse me， 打扰了。给我爸气的。来，你打我！哎，你别打扰，你直接打我，来往这儿打。然后呢，我爸也阳了，老头挺委屈的。我爸说说出去都丢人。我一铁岭，人家问我咋被加拿大病毒入侵的，我说我是被洋火点对点熏的。对我爸的摧残还有呢。就这些天以来啊，每天早上我们全家人都测一下体温，就大概8、9点钟吧，都测一下。大胖媳妇呢先测，她是在嘎吱窝这测，捂得老严了，测3分钟，然后测完呢就放回那小玻璃盒里，拧紧，真空盖好。然后接他的呢，一般都是我爸，但是我爸呢，他放嘴里。我爸也不知道这体温计之前都经历过什么呀，就直接放嘴里，连着3天。我爸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这嘴里啊，尤其是早晨8、9点钟那阵儿，不是味儿啊。”我说：“是阳了的味儿。”我爸说：“不是，就是羊味儿。哎呀，就是一吧一嘴犯恶心。哎呀，那味儿成了迷魂了，尤其是早上8、9点钟那阵儿。”终于有一天早上，我爸观察这体温计，才知道每天进他嘴之前，大胖媳妇放嘎吱窝3分钟。我爸都想削他了。你自己有多山不知道吗？哎，你说你这人平时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细心，那怎么从嘎吱窝抽出来体温计，在盖盖的时候，那盖儿怎么盖的那么严实呢？左掀了都。我说爸别生气，咱家直接换体温枪。他嘴里有味儿，你赶紧给他整点好喝的，你给他润润。爸，这是巴贝的哔哔的巴哔哔哔哔哔枇杷露，琵琶的你告诉他同仁堂老字号啊，是当然他的。你给他倒点，直接送进屋喝去吧。加点冰，不要，弟弟下一个。干杯！哎，那给你姥爷的呢？没